我的丧尸奶奶偷偷跑去啃了别人家的猪，谁曾想村民看到了，不但没有害怕，反而高兴地捧着西瓜过来请她帮忙咬2口。村民们这么做，只因在这高温末日里，她那没了牙的嘴是全村唯一的冰箱，只要被她咬1口，就能让人浑身冰凉。如今外面是丧尸横行的炼狱，而我们青石村里却人人啃着冰镇西瓜，围着我那丧尸奶奶打着地铺，吹着天然冷气，过着人间天堂的日子。我叫苏晴，打小跟奶奶在青石村相依为命。那天奶奶在院里老槐树下突然栽倒，爬起来就不对劲了。我喊她奶，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绕过去一瞅，好家伙，老太太正抱着晾衣服的光杆竹竿，没牙的牙床子在上头又啃又磨，哈喇子淌得跟小河似的，把竹竿润得油亮。奶，那玩意儿个牙，咱家还有半块西瓜呢。我赶紧上去拉她，手刚碰到胳膊就打了激灵，冰得跟从井里捞出来的冻肉似的。奶奶慢慢转过来，脸青灰青灰的，眼珠浑得像蒙了层黄泥汤，直勾勾盯着我。没等我反应，她冰凉的手就跟铁钳子似的箍住我胳膊肘，没牙的嘴吭哧一口就啃上来，不咋疼，就是湿乎乎凉飕飕的触感，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奶，松口，再啃该秃噜皮了。我使劲抽胳膊，他喉咙里呵呵响，眼珠死死盯着我。可就在我以为要糟的时候，他另只手颤巍巍摸过小马扎上那把豁口蒲扇，僵硬的像生了锈的机器，一下下给我扇风。后来村长老张头在广播里喊，有丧尸，浑身冰凉，爱咬人。我瞅着旁边啃西瓜皮的奶奶，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说我奶吗？没等我藏好，养猪的李婶就哭天抢地带着人来了。苏晴，你家老太太半夜钻我猪圈，抱着老母猪耳朵吧唧啃，哈喇子流了猪一身。我赶紧把奶奶拽身后，李婶别胡说，我奶就是馋了，黑灯瞎火把猪耳朵当红油辣条了。结果旁边陈小虎冷哼，那昨儿半夜他咋抱我家大黄啃，我家狗招他了。人群里开始嘀咕，我急得直跺脚。陈叔，您家大黄长得圆滚滚，跟刚出锅的大鸡腿似的，谁不想嗦2口？再说我哪没牙啊？您家狗，李婶的猪不都好好的吗？人群哄笑起来。杀猪的刘屠夫好奇摸了下奶奶胳膊，猛地缩回手蹦出去3尺远。这老太太冰死了，是丧尸吧？我跟护崽的小狮子似的挡在前面。呸，我奶才不是，丧尸吃人，我奶咬过人吗？你们不都好好站在这儿？有乡亲喊，是啊，村长，苏晴奶奶没伤人，还能给咱解暑。这话一出，所有人眼睛都亮了，外头毒日头能把人烤化，我奶身边3米内凉丝丝的，这不就是活空调吗？李婶不好了，陈叔也不撇嘴了，当场就有人扑凉席躺奶奶脚边，还把西瓜塞她怀里。老太太，帮忙冰镇下，别啃啊，一会分着吃。就这么着，对丧尸的恐惧被往日情谊和酷暑中千金难求的凉气冲散了。奶奶呵呵2声，小院成了临时避暑所，外面是丧尸横行、高温炼狱的末日传说。我们这儿围着一个没牙老丧尸打地铺、摇蒲扇、啃冰镇西瓜，安生日子过了半个月。村口铁栅栏门被一辆破面包车撞开了，车上下来几个人，灰头土脸，眼珠通红，带着狠厉和贪婪。看到村里还有绿植，院子里还晾着衣服，村民们围着一个老太太纳凉，他们眼珠子快瞪出来了。活的植物，还有人能在外面乘凉？这是天堂吗？外面早就人吃人了。为首的刀疤脸立刻换上悲痛表情。老乡，行行好，我们是逃难的，外面全是吃人的怪物，给口水喝吧。淳朴村民们心软了。李婶端来水，陈叔拿出存粮，刀疤脸狼吞虎咽，贼眼打量着院子和储物间。夜深了，村民们好心让他们在院子里休息。黑暗中，这伙人压低声音，大哥，这地方肥得流油，有存粮有水，等他们都睡死，全绑了，这地方以后就是咱们的了。不过那老太婆看着瘆人，管他呢，碍事就宰了。计划还没实施，变故发生了。一个起夜的小弟绊倒睡在院子凉席上的奶奶，吓得嗷一嗓子，动静惊醒了村民们。火光中，刀疤脸看清了奶奶青灰的脸、浑浊的眼、无意识张合的没牙的嘴。丧尸，他们惊恐后退，抽出砍刀斧头，凶相毕露。乡亲们，你们被这怪物骗了！刀疤脸嘶吼煽动，这玩意儿留着是祸害，会传染，趁早砍了烧干净。话音未落，一个小弟狞笑着抡刀砍向奶奶脖子。谁敢动俺奶？我脑子嗡的一声，抄起门后铁锹冲上去，用尽全力横在奶奶身前。当啷，刀砍在铁锹柄上，震得我虎口发麻，踉跄后退，却一步不退。奶奶被激怒，喉咙发出低沉呵呵，僵硬抬手，啪，竟将那把砍刀格挡开。小弟手臂发麻，砍刀脱手。苏晴，危险啊！李婶和陈叔惊恐大喊。刀疤脸眼神阴鸷，一把抓住我，冰冷刀刃贴在我脸上。老东西，看看这是谁？不想他脑袋搬家就老实点。呵，
奶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嘶吼，浑浊眼珠死死锁定刀疤脸勒我的胳膊，空气温度骤降，蜡烛猛地一按，刺骨寒气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靠得近的几个小弟牙齿打颤。刀疤脸被寒气激得一哆嗦，反而更兴奋，这丧尸能听懂人话。好，怕了是吧？给我捆结实他！奶奶被我的安危牵制，被粗麻绳捆了结实。就在这时，丧尸吼叫声从四周涌来，丧尸潮！一个小弟瘫软在地，刀疤脸脸色煞白，却猛地看向被捆的奶奶。一个疯狂念头闪过，他拽起麻绳，拖着挣扎的奶奶，朝村口丧尸群方向走了几步。奇迹发生了，那些原本嘶吼逼近的丧尸，在奶奶靠近时齐刷刷停住，最前面几只甚至畏惧后退，仿佛奶奶身上的极寒气息对他们形成天然威慑。哈哈哈，天助我也！刀疤脸狂笑，老子明白了。怪不得你们这破地方能在末日活得像世外桃源，原来是因为这老东西，它是镇宅的宝贝，怪物怕它。他狂喜地拖奶奶往面包车跑，把之前的吃的全搬上车。快！村民愤怒阻拦，被刀刀逼退。粮食、存水、药品被洗劫一空，扔上车。混乱中，2辆军用装甲运兵车冲破外围丧尸阻拦，开到村口，放下武器。你们被包围了！刀疤流，你们这伙流窜犯的末日到了！部队来了，前有部队，后有丧尸潮。刀疤脸一伙慌了神，放屁！谁说没路？刀疤脸一把将我拎起，刀顶着我脖子，冲被捆的奶奶狞笑：老东西，你的宝贝孙女在我手里，想她活命就乖乖听话。他把我粗暴扔上面包车引擎盖，手脚捆死在车头。老东西，跟上！不想你孙女被撞进丧尸堆，啃得骨头渣都不剩，就乖乖跟着车跑。破面包车猛地前窜，惯性差点把我甩下去，绳子勒进肉里，火辣辣的疼。车朝村外密密麻麻的丧尸群冲去，腐烂爪子几乎碰到我身体的瞬间，一个嘶哑却清晰的声音穿透轰鸣与嘶吼：丫头，是我奶！我猛地睁眼，只见奶奶浑浊眼珠里竟恢复了一丝清明，目光直勾勾盯在车头被捆成粽子的我身上。呵！他怒吼一声，2只硬如老树根的手猛地抓住面包车后铁架，嘎吱，车屁股向下一沉，后轮刨出2条深沟，竟被奶奶死死拽住，任凭刀疤脸油门踩进油箱，车纹丝不动。卧槽，见鬼了！所有人震懵了，还愣着干啥？李婶第一个反应过来，抄家伙，护着苏晴，护着咱的老宝贝！这一嗓子像捅了马蜂窝，刚才还吓得腿软的村民们血性噌的上来了。陈叔捡起铁锹，李婶抡起晾衣杆，刘屠夫抄起扳手，男女老少抄起各种家伙围上来。虽然脸吓得煞白，手哆嗦如筛糠，可眼神贼亮坚毅。他们咬着牙，红着眼，顶着心里钻心的怕，把我和奶奶护在中间，打死这些强盗。战士们趁机扑上，几下干脆利落的擒拿，将刀疤脸一伙死死按在地上，捆成粽子。危机解除，军官严肃扫视现场，目光落在被护住的奶奶身上。这位老人家已是丧尸，为何你们还护着他？村民们七嘴八舌。长官，他可不是一般丧尸，他会保护孙女，他救了我们，身上凉气能解暑。军官皱眉，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久，几辆带特殊标识的白色车辆开来，一群白大褂研究员下来，为首老教授拿仪器扫描奶奶，屏幕数据让他眼睛亮了。奇迹，生物学上的奇迹。他声音发颤，他体内有罕见低温活性因子，脑电波显示微弱意识波动，他可能保留了深层记忆和情感。他转向惊魂未定的我：小姑娘，我们发现你奶奶情况非常特殊珍贵，想请她配合检查，取少量样本研究，这可能对理解灾难甚至找到治愈方法至关重要。不行！我扑过去死死抱住奶奶冰凉的腿，你们别想带走俺奶，她不是怪物，她是俺奶。对，不能带走。村民们围上来撑腰，老教授看看群情激愤的村民，看看紧抱奶奶腿不放的我，叹了口气：好，就在这儿，我们保证只观察取少量样本，绝不伤害她。于是我家小院成了临时研究所，研究日子鸡飞狗跳，研究员拿小管取唾液，奶奶当冰棍咬住，缩溜的起劲，拿测温仪测额头，她当玩具追着抓。每次研究人员靠近，只要我露出担心，奶奶寒气就重几分，吓得他们连连后退。老教授哭笑不得：小姑娘，你在这儿，老太太警戒心太强，工作没法开展啊。我只好搬小马扎坐院门口。奶，俺就在门口，你乖乖配合，完了给你冰镇西瓜。说来也怪，奶奶虽还赫赫，却温顺不少。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去，外面水深火热，我们靠奶奶活空调和部队庇护，加上研究员带来的技术，熬过了最艰难的高温。终于，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基于从奶奶血液提取的特殊低温因子，
科学家成功研制出第一代低温中和血清，能抑制丧尸病毒高温活性，让狂暴丧尸陷入冬眠，甚至对部分感染者有几率唤醒意识。血清送往各大庇护所前线，广播电视不断播报好消息：某某城市丧尸群被冻结，某某隔离区有感染者恢复神智。人类看到了一丝曙光，我和村民们激动坏了。奶奶救了那么多人，她是大英雄，国家给她颁发了1等功牌匾。老教授带着专门优化的加强版血清，风尘仆仆赶回。苏晴，快给奶奶试试，如果成功，她很可能完全恢复。我心砰砰跳，看着泛蓝光的液体推进奶奶胳膊，所有人屏住呼吸。1分钟、5分钟、10分钟，奶奶静静坐着，没任何变化，浑浊眼睛依旧看我，喉咙发出熟悉呵呵。笨拙拿起蒲扇朝我方向扇动。老教授脸上红光褪去，变苍白沉重。他反复检查数据，最终颓然叹气：怎么会这样？血清对他体内核心低温因子完全没作用，他的状态自成一体，与我们已知病毒机制完全不同。这血清能救千千万万人，却唯独救不了他自己。院子一片死寂，我走上前，轻轻握住奶奶冰凉僵硬却总想给我扇风的手。没事儿，奶，我声音很轻，这样挺好。这段时间您累坏了，该休息了。我拉她到老槐树下，挨着她坐下，把她冰凉胳膊抱在怀里。奶，听说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您救了那么多人，一定是最亮的那颗。这样我抬头就能看到您了。我把头靠在她冰凉肩膀上，天热了，您就在天上给我扇扇风。我拿起破蒲扇塞进她僵硬手里，她本能地笨拙地握住扇柄，极其缓慢地抬起来，对着我一下又一下轻轻扇动。扇起的风带着她身上特有的清凉的寒气吹在我脸上，阳光透过老槐树稀疏叶子洒在我们身上，影子紧紧依偎。院墙外世界依旧喧嚣混乱，但这个小小角落只有破蒲扇一下下扇动的带着寒意的风声和一个孙女靠着奶奶冰凉肩膀的无比踏实的呼吸。奶奶救不了自己，但她永远救得了我。在我爸妈不要我时，是奶奶捡我回来，拾废品卖野菜，一点点把我养活。我不管她是不是他们口中的丧尸，她永远是我最好的奶奶。奶奶扇扇子的动作越来越慢，最后停住，那只冰凉的手依旧被我紧紧攥着，放在心口上。睡吧，奶，我小声说，我守着您。老槐树叶在微风里轻轻晃动，奶奶浑浊眼睛渐渐合上，喉咙里低低的呵呵声平息了，只剩下近乎永恒的宁静。我知道她会一直在这里，就像那棵老槐树，根扎在土里，陪着我长长久久。奶奶沉睡后第7天，林浩他们找来了，我正在整理物资，听见铁门外熟悉的声音：晴晴，我是林浩。门外，林浩、他父母王秀英和林建国，还有方倩，4人狼狈不堪，衣服破烂，脸脏兮兮，嘴唇干裂。方倩一见到我就哭：晴姐，我们可找到你了，外面太可怕了，林浩哥为了找你，差点被丧尸咬了。王秀英抹泪：晴晴啊，妈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这院子改造得真及时。林建国打量着安全屋，眼里贪婪藏不住，这墙够厚，玻璃防弹的吧？晴晴，你可真会打算。我隔着铁栅栏门看他们，心里冷笑。来了，末日前，我曾做梦梦到末日来临后的事情，按梦里场景，他们该在末日第3周耗尽存粮后打我的主意，现在正好第3周。开门啊，晴晴，让我们进去。林浩焦急拍门，我故作犹豫，可我这里物资也不多，而且奶奶怎么了？去世了。门外4人瞬间交换眼神，那眼神里没悲伤，反而有一丝轻松。方倩装出悲痛：怎么会？奶奶那么好的人，晴姐别太难过。王秀英急不可耐：人死不能复生，晴晴你先开门，咱们一家人好好商量以后怎么办。一家人？梦里就是这一家人进入安全屋后，迅速控制物资，联手方倩试图把我赶出去霸占这里。林浩甚至说：晴晴，你现在情绪不稳定，还是去外面冷静冷静好。方倩则依偎他怀里娇滴滴说：林浩哥也是为你好，外面虽然危险，但你一个女孩子，总比我们一大家子人耗在这里强。好一个为我好。我深吸气，脸上挤出笑，打开门锁，4人冲进来。林建国直奔储藏室，看到堆积如山的罐头、水、药品，眼睛直了。这么多，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做了些噩梦不安心，提前准备了点。我轻描淡写。王秀英打量太阳能板和储水系统，这可花了不少钱吧？你哪来这么多钱？该不会动用了结婚基金吧？来了，开始找茬，都是我自己的积蓄，还有奶奶留给我的钱。奶奶的钱不就是林浩的钱吗？王秀英反驳：你们是夫妻，你的钱就是林浩的钱，林浩的钱就是我们的钱。林浩拉她袖子：妈，少说2句，晴晴也是为咱们好。方倩柔声说：阿姨别生气，晴姐肯定不是故意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一家人团结。她说着想拉我的手，我巧妙避开。
2楼有空房间，你们自己收拾住下。不过规矩得说清，物资按计划分配，晚上轮流守夜。还有，奶奶房间谁也不准进。奶奶不是。方倩欲言又止，奶奶在里面安息。我冷冷道，我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林浩皱眉，最终点头，好，听你的。第1天晚上相安无事。第2天问题来了，王秀英嫌分配罐头少，这么点怎么够吃？你是不是藏私了？林建国想拆柴油发电机，被我严厉制止。方倩最会来事，总是有意无意靠近林浩，还不小心摔进他怀里2次，每次一脸无辜。晴姐，你别误会，我只是没站稳。林浩没推开。第3天晚饭时，王秀英把罐头摔桌上。苏晴，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自己肯定偷吃好的。我告诉你，现在末日了，一家人就得有一家人的样子，物资必须重新分配。林建国帮腔，就是储藏室东西够吃好几个月，何必这么抠搜？林浩没说话，但眼神透出不满。方倩假意劝解，叔叔阿姨别生气，晴姐可能只是太节省了，不过确实大家吃饱才有力气抵御危险。我放下罐头，平静看他们，所以你们想怎么分配？王秀英立刻说，所有物资集中管理，由我分配，1天3顿，每顿吃饱。林建国补充，柴油发电机得让我管，我懂机械能维护。林浩开口，晴晴，妈说的有道理，一家人不该分你我，你就把物资交出来吧，妈会公平分配。公平？梦里他们掌握物资后，第1天自己开小灶吃香喝辣，给我吃过期饼干，第2天就想把我赶出去。我笑了，好啊，不过有个条件，既然物资集中管理，那守夜、清洁、维护工作也要重新分配，不能光吃饭不干活。林建国拍胸脯，那当然，我负责维护设备，我负责清洁。方倩抢着说，王秀英，我负责做饭分配食物。林浩，我负责守夜和安全。好，我点头，从明天开始执行。当晚，我悄悄在储藏室关键位置做标记，在奶奶房门把手涂了特制荧光粉。第4天，王秀英正式上任，中午分发罐头分量明显增加。然而晚饭时，我注意到林浩嘴角有酱汁痕迹，那不是普通罐头，是我储藏室仅有的几瓶红烧肉罐头味道。方倩指甲缝有巧克力痕迹。半夜我起来查看，紫外灯下，奶奶房门把手上出现好几个指纹。储藏室标记被移动，少了3盒牛肉罐头、2瓶水果罐头、1包巧克力。我什么也没说。第5天，我无意提起。对了，研究员说过，奶奶房间低温可能还会持续，最好不要随便进去，免得寒气侵体。王秀英脸色一变，什么寒气？我们没进去啊！我就随口一说。我笑笑。第6天，我不小心把储藏室钥匙掉在林浩面前，他捡起还我时眼神闪烁。当晚储藏室又被光顾，除了食物，还少了2瓶维生素片和1盒抗生素。第7天，我决定收网。早上我宣布，今天我去检查太阳能板，可能需要1整天。午饭你们自己解决。王秀英眼睛一亮，行，你去忙，家里有我们呢。我背着工具包上楼顶，很快从另一侧消防梯悄悄下来，躲在储藏室隔壁杂物间。上午10点，外面传来窸窣声。王秀英压低声音，快，那死丫头在楼顶，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林建国，红烧肉罐头多拿2瓶，再拿瓶黄桃的。林浩，妈，这样不好吧？晴晴知道了会生气。方倩，林浩哥，你别太老实了。晴姐那么节省，咱们跟着只能挨饿。现在末日了，吃饱才是硬道理。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吃点喝点怎么了？就是，王秀英说，儿子你别傻，那丫头根本就没把咱们当一家人。你看她那抠搜样，快帮忙搬。储藏室门开了，我屏息透过门缝看，4人像老鼠钻进去大肆搜刮。够了！我猛地推开杂物间门。吃得开心吗？4人瞬间僵住，罐头哐当掉地。王秀英脸白，晴晴，你怎么？我怎么在这是吗？我冷笑，我不在，怎么看到这场好戏？林浩慌张，晴晴你听我解释，我们只是偷自己家东西。我走到储藏室门口看狼藉景象，说好物资集中管理公平分配，结果你们就这样公平。林建国恼羞成怒，苏晴，你别太过分，这些本来就有我们的份，你改造房子用的难道没有林浩的钱？每1分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冷冷道，结婚3年，林浩工资卡在谁手里？你们心里没数？王秀英语塞，方倩眼珠一转哭起来，晴姐，你别怪叔叔阿姨，他们都是饿坏了，你要怪就怪我吧，是我嘴馋。我看着他，方倩，你口袋里的巧克力是饿坏的人会偷的东西吗？他脸色一变，无口袋。林浩终于忍不住，苏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们是拿了点东西，但那又怎样？现在都世界末日了，你还计较这些？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当一家人？我看着这个曾经说爱我的男人，梦里他也这样理直气壮质问我，然后和方倩一起把我推出门外。一家人，我重复笑了。林浩，从你们第1次偷东西开始，我们就不再是一家人了。我走到墙边按隐蔽按钮，警报声响起，连接村外围部队哨所的警报。你干什么？
林浩大惊，既然不是一家人，那就请你们离开。我平静道，私闯民宅盗窃物资，在现在这时期，够不对把你们带走了。王秀英尖叫，苏晴，你敢？我是你婆婆，很快就不是了。外面传来脚步声、呼喝声，巡逻战士。林浩脸色惨白，冲过来抓我胳膊。晴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这样，咱们好好过日子，我以后都听你的。方倩扑过来跪我面前，晴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原谅我们这一次吧。外面全是丧尸，我们出去会死的。王秀英、林建国也说软话，看着这副嘴脸，我只觉可笑。梦里他们把我赶出去时，可没给我求饶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我看林浩，选吧。带着你父母和方倩离开，永远别回来，或者去部队临时收容所劳动改造，换取食物庇护。四人面面相觑。林浩咬牙，我们去收容所。我笑了，果然贪生怕死。好，战士们进来了解情况后带走了他们。临走前，林浩回头看我，眼神复杂。方倩哭得梨花带雨，还不忘喊，晴姐一定要保重。王秀英骂骂咧咧，林建国垂头丧气，关上门，我靠在门后。第一个回合赢了，但我知道这还没完。林浩他们被带到收容所后，我的日子清静了。但从研究员口中得知，他们在收容所是名人。王秀英天天抱怨伙食差活重，林建国偷奸耍滑，林浩老实干活，但方倩天天缠着他，两人快成模范情侣了。不过收容所物资也紧张了。研究员说，血清虽有效，但生产跟不上感染速度。外面丧尸被冻结很多，但幸存者矛盾越来越尖锐。好几个收容所发生了哄抢，末日考验的不仅是生存能力，更是人性。半个月后，林浩又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憔悴不少，但眼里多了以前没见过的狠厉。他站在铁门外，拿着布包，晴晴，我们能谈谈吗？谈什么？我知道错了。他低头，在收容所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以前是我太混账，被我妈和方倩蛊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真心悔过。他抬头，眼有泪光。晴晴，咱们毕竟夫妻一场，你给我个机会补偿，好不好？怎么补偿？我在收容所学了技能，会修太阳能板，维护发电机，能帮忙加固防御。他急切道，你一个人守这么大院子太危险，让我回来帮你，我保证这次一定好好对你。说的真感人。如果不是我知道后续发展，梦里他也这样悔过，求我让他回来，我心软同意。结果他趁机在食物里下药，迷晕我后带着父母和方倩卷走所有物资，把我扔在空荡荡院子等死。好啊，我爽快答应。林浩一愣，不过有条件：第一，只有你一个人能回来；第二，所有工具由我保管；第三，晚上你住1楼客房，没我允许不准上2楼；第四，如果你有任何不轨行为，我会立刻通知部队把你带走，永远别再想回来。林浩连连点头，好，我都答应。我开门让他进来，他一进门就四处打量，眼里闪过一丝贪婪，但很快掩饰。晴晴，谢谢你给我机会，我会用行动证明我真的改了，希望如此。接下来几天，林浩表现得无可挑剔，勤快打扫院子，检查防御，维护设备，甚至主动提出去外面搜集有用东西。我感动地说，外面太危险，别去了。没事，为了你，我愿意冒险。3天后，他提出要出去。我在收容所认识一个朋友，他知道附近有个仓库，可能还有物资，我想去看看，能找到药品或工具对咱们也有帮助。太危险了，我担忧。放心吧，我白天去，很快回来。我犹豫再三，勉强同意。林浩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去找仓库物资，是去收容所找父母和方倩商量下一步计划。果然，他下午才回来，背着空背包说仓库被搬空了，但我注意到他鞋底沾着收容所特有的红色泥土。当晚林浩格外殷勤，主动做饭，还不小心多做。晴晴，我多做了一点，明天热热就能吃，省得你再做。我假装吃了几口，然后说，今天有点累，我先上去休息了，碗你洗吧。好，你去休息。我上楼后立刻吐掉饭菜漱口，悄悄在2楼观察。林浩洗碗后在1楼客厅坐了很久，晚上10点左右，他轻手轻脚上楼，在我房间门口听动静。我发出均匀呼吸声，他满意下楼，打开门走出去。我从窗户看，月光下，林浩在铁门外和3个黑影汇合，王秀英、林建国、方倩，他们低声交谈几句。林浩开门放3人进来，好，都齐了。我悄悄打开手机录音，放在楼梯口花盆后，回床装睡。约半小时后，我房门被轻轻推开，4个人影蹑手蹑脚进来，睡着了。王秀英压低声音，饭菜里我下了足量安眠药，能睡到明天中午。林浩说。方倩轻笑，还是林浩哥厉害，这下院子是咱们的了。林建国迫不及待，快，先把物资搬走，这么多好东西够用好久，急什么？王秀英说，先把这丫头处理了。我感觉到有人走进床边，是林浩，他站在那里看了我很久，然后说，晴晴，别怪我，要怪就怪这世道，怪你太自私，不肯把东西分给我们。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用你囤的物资活下去的。方倩催促，林浩哥，别犹豫了，快点吧，咱们还得在天亮前搬完东西离开呢。怎么处理？林建国问。扔出去。王秀英冷笑，扔出去太便宜她了，这丫头这么精明，万一醒过来报复怎么办？要我说，一不做二不休。她做了个抹脖子手势，我心头一寒，梦里他们只是把我扔出去，现在居然想杀我，果然人一旦突破底线就会越来越恶。妈，这杀人不好吧？林浩犹豫，有什么不好？王秀英说，现在都世界末日了，死个人谁管？外面每天死那么多人，多他一个不多。方倩帮腔，阿姨说的对，斩草要除根。林浩哥，你想想，要是他醒过来去部队告发咱们可就完了。林浩沉默良久，说好，但别见血，用枕头吧，让他走得安详点。好一个安详点！我感觉到有人拿起枕头，是方倩。就在枕头要五下的瞬间，我猛地睁眼抓住他手腕，啊！方倩尖叫，枕头掉地，四人吓一大跳，连连后退。我坐起身，打开床头灯，昏黄灯光下四张惊恐的脸。你没睡着？林浩脸色煞白，安眠药。我冷笑，你们以为我会吃你们做的东西？王秀英反应过来，恶狠狠说，醒了又怎样？我们4个人，你还想反抗？他使眼色，林建国和林浩要扑上来，我迅速从枕头下抽出电击器，滋啦，冲在最前的林建国被电得抽搐瘫倒。林浩下停脚步，你怎么会有这个？防小人用的。我举电击器慢慢下床，没想到真用上了。王秀英突然从背后抽出菜刀，从我厨房拿的。小贱人，我跟你拼了！他挥舞菜刀冲来，我侧身躲过，反手用电击器击中他手腕，菜刀当啷落地，王秀英瘫软，只剩林浩和方倩。方倩下缩墙角哭啼啼，晴姐，不关我的事，都是他们逼我的。林浩看我眼神复杂，晴晴，咱们好好谈谈行吗？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我走到花盆边，拿出手机，按下播放键，刚才他们的对话清晰传出，四人脸彻底没了血色，私闯民宅，盗窃，预谋杀人。我冷冷道，林浩，你说这些够你们在监狱待多久？现在哪还有监狱？王秀英虚弱反驳，有，部队设立了临时监狱，专门关押你们这种人渣。我拿起对讲机，哨所，我是7号安全屋，这里有人入室抢劫并预谋杀人，请求支援。收到，马上到。林浩崩溃跪下，晴晴，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饶我这一次，我保证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求你了，看在我们夫妻一场。夫妻一场，我重复，笑了。林浩，从你想杀我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什么都不剩了。10分钟后，战士们赶到，将4人铐走。王秀英还在骂，林建国垂头，方倩哭得撕心裂肺。林浩一直回头看我，眼里是绝望悔恨，但我知道他悔的不是想杀我，而是计划失败了。这种人永远不会真正悔改。苏女士，你没事吧？军官关切问。没事，证据都在手机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放心，现在对这种罪行绝不姑息。他们被带走了，我站在门口看他们背影消失在夜色中。这一次真的结束了。后来从研究员口中听说，林浩4人被送到偏远劳动改造营，要服役至少5年。如果末日能在5年内结束的话，我没有同情，只觉解脱。日子一天天过去，世界慢慢变化，基于奶奶的血清不断改良，第2代、第3代相继问世。被冻结丧尸数量增加，感染率下降。科学家甚至发现，早期被冻结的丧尸在低温状态下，体内病毒活性会逐渐减弱，最终彻底死亡，留下完整不腐躯体，为研究病毒和寻找治愈方法提供了宝贵样本。半年后，第一个被治愈案例出现，感染仅3天的年轻士兵注射第4代血清后，体温逐渐恢复正常，意识清醒，虽身体虚弱，但已能认出家人，简单交流。消息传来，全世界振奋，人类终于看到胜利曙光。又过3个月，气温开始下降，极端全球高温逐渐缓解，气候慢慢回归正常。虽然这正常已和以前大不相同，丧尸潮被大规模冻结，残余零星丧尸不成气候，社会秩序开始重建，部队组织幸存者返回城市清理废墟，重建家园。我的小院依然坚固，但我决定离开。这里承载太多记忆，有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温暖，也有被背叛伤害的痛苦。我需要重新开始。离开前，我去奶奶坟前，她的遗体在沉睡3个月后，终于在一个清晨彻底停止呼吸。我按她遗愿将她安葬在老槐树下。奶，我要走了。我轻声说，去新地方开始新生活。风轻轻吹过，老槐树叶沙沙作响，像在回应。我会好好活着，你放心。我在坟前放上一束野花，深鞠一躬，背上简单行囊，锁上院门。村子里村民们正收拾东西，准备随部队进城。李婶看到我跑过来，苏晴，你要走了，跟我们一起进城吗？我摇头，我想去南方，听说那里恢复得更快些。陈叔也说，留下来吧，咱们都是共患难过的，以后互相有照应。我笑了，谢谢你们，
但我想换环境。他们理解点头，互留联系方式，以后常联系，保重。告别村民，我坐上前去南方的车队，车上都是各地幸存者，大家虽疲惫，但眼里有对未来希望。沿途景象令人唏嘘，废墟荒芜，但也有些顽强植物从裂缝中生长，绽开小小花朵。生命终究顽强。半个月后，我到达南方小城，这里受损较轻，重建工作已开始。我用自己积蓄，幸亏当初没全部告诉林浩，买下带小院老房子，不大，但足够我一个人住。院子里有棵桂花树，秋天时满院飘香。我找了份工作，在重建委员会做文员，虽工资不高，但足够生活。闲暇时在院里种菜养花，日子平静充实。偶尔我会想起奶奶，想起她冰凉的手，笨拙的蒲扇，永远温暖的守护，也会想起林浩他们，但心里已没有恨，只有淡淡释然。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有些伤终会愈合。1年后，全球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最后一波丧尸被冻结，疫苗开始大规模接种，人类社会开始艰难坚定的重建。我在小城认识新朋友，参加社区志愿活动，帮助那些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孩子，生活渐渐有新色彩。一个秋日午后，我坐在院里桂花树下看书，阳光暖暖，风里带着桂花甜香。手机响了，李婶发来消息，苏晴，我们进城后的安置房分下来了，两室一厅虽不大，但总算有个家。你那边怎么样？我回复很好，我也很好。又一条消息，重建委员会通知，苏晴女士，鉴于您在末日期间的贡献，政府决定授予您文明重建贡献者荣誉称号，并有一笔奖金，请于下周1到委员会领取。我看着消息笑了笑，关了手机继续看书。风轻轻吹过翻动书页，桂花的香味更浓了。南方的秋天来得晚，却别有韵味。我买下的老房子在城西一条安静的老街上，青瓦白墙，木格子窗，院子里那棵老桂花树正开得热烈，金黄色的碎花密密匝匝，香气能飘出半条街。村民大多是本地老人，说话带着柔软的南方口音。第一天搬来时，对门的阿婆端来一碗酒酿圆子，小妹，新搬来的呀，吃点甜的，日子也会甜起来的。我接过温热的瓷碗，眼眶突然有点发热。谢谢阿婆。不谢不谢，远亲不如近邻吗？阿婆笑眯眯的，脸上的皱纹像绽放的菊花。安置委员会的工作比想象中忙碌，城市正在重建，千头万绪。我的工作是整理登记表，协调物资分配，接听求助电话，琐碎却踏实。办公室里有个叫陈默的年轻同事，是本地人，话不多，做事却极认真。有次我整理档案到天黑，他默默留下帮我，临走时才说，苏姐，回家路上小心，西街那段路灯还没修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妹妹在疫情初期就感染去世了。他没多说，只是工作更加拼命，仿佛这样就能填补心里的空洞。我们都带着伤痕活着，却也在努力向前走。周末，我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片菜地，松土、播种、浇水，看着嫩绿的芽破土而出，心里有种久违的平静。李婶偶尔会打来电话，说说北方重建的情况。他说原来的村要改建成纪念公园，中心会立一块碑，刻上所有幸存者的名字，你奶奶的名字在最前面。他说大家都记得他。我握着电话望向北方天空，奶，你看到了吗？大家都记得你。日子一天天过去，桂花开过又谢，枝头结出青色的小果。南方入冬了，这里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凛冽，是湿冷的，寒气能钻进骨头缝里。我买了电暖气，又像承诺过的那样，真的准备了厚棉被。虽然奶奶已经不在了。平安夜那天，城里恢复了断电后的第一次亮灯仪式。傍晚，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出门，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大家仰头望着那些久违的路灯，眼神里有期待，也有恍惚。晚上7点整，市长按下开关，整座城市骤然亮起，不是从前那种璀璨如星河的光，而是稀疏的、节制的光亮，但足够了。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夹杂着哭泣，有人拥抱，有人双手合十，有人跪在地上。我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温暖的黄色光晕，忽然想起奶奶扇子扇出的带着寒意的风，两种光，两种温度，却同样照亮过黑暗。那晚回家，我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冬夜的星空格外清澈，我找到了最亮的那颗星。奶，灯亮了，我轻声说，你那儿应该更亮吧。新年过后，重建工作进入新阶段。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批新到的医疗物资清单，陈默敲门进来，表情有些奇怪。苏姐，外面有人找你。谁？他说他姓林。我心里一紧，走到接待室，透过玻璃门，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比记忆中消瘦许多，被微微佝偻着。林浩。他转过身来，我们隔着玻璃对视。他老了，不是岁月带来的那种老，是被生活狠狠打磨过的苍老，眼窝深陷，鬓角有了白发，脸上有劳作的痕迹。我推门进去，苏晴。他站起来，手脚有些无措。我
我从改造营出来了，提前释放，因为表现好，也因为现在缺劳动力。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我不是来打扰你的。他急急地说，真的不是，我只是想亲口跟你道个歉，为我也为我爸妈。他从随身破旧背包里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信，用皮筋捆着，这是我妈临走前写的。她声音有些哑，她在改造营第2年就病倒了，走之前她让我一定要交给你。我接过那叠信，纸张粗糙，字迹歪斜，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他知道错了。林浩低声说，真的知道错了，我爸也是，他们最后那段时间总念叨对不起你，对不起奶奶。我翻看最上面一封信，王秀英的文字笨拙而恳切，晴晴，妈不是人，妈鬼迷心窍了，这些日子躺在病床上，总想起你刚嫁过来时给我织的那条围巾，妈不配，你要好好过，要幸福。后面的信字越来越潦草，有些已经不成句。方倩呢？我问。林浩苦笑，他半年前跟一个运输队的人走了，走之前说他从来就没爱过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意料之中。你以后什么打算？我在城东建筑队找了活，盖房子。他说等攒点钱，想回北方老家看看。我爸去年冬天也没了，我想把他们合葬回祖坟。他抬起头，眼睛红了。苏晴，我不求你原谅，我就是觉得该让你知道，他们最后真的后悔了。我看着他，这个曾经同床共枕3年，最后却想杀我的男人。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那些刻骨的恨意不知何时已淡了，像旧伤疤还在，却不痛了。知道了，我把信收好，你保重。他愣了下，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平静，然后重重的点头，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停住，没回头。苏晴，你奶奶是个好人，你也是。门轻轻关上，我站了一会儿，把那叠信放进抽屉最底层。有些原谅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春天来的时候，院子里的菜地绿意盎然，我种了青菜、番茄、黄瓜，还有一小垄草莓。阿婆教我用厨余堆肥，用雨水浇灌，土地最实在，你用心待它，它就还你丰收。果然4月末第1茬青菜就能采摘了。我分给阿婆一些，又给办公室同事带了些。陈默接过那袋还沾着露水的青菜，愣了愣，然后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谢谢苏姐。他说我妈妈以前也种菜，后来我才知道他母亲在妹妹去世后一病不起，去年春天也走了。我们都没再提这些伤心事，只是偶尔会一起加班。他教我本地方言，我教他北方菜的做法。5月的某个周末，陈默来帮我修漏雨的屋顶，忙完后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桂花树新叶嫩绿，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苏姐，你有没有想过？他犹豫了一下，以后怎么办？就一直一个人吗？我看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想了想，不知道，但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也是。他点头，能平静的过日子已经是福气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风吹过，桂花树叶沙沙响。我奶奶以前常说，我忽然开口，人啊，就像树，根扎得深才能站得稳。风雨来了会摇，但只要根还在，就不会倒。沉默认真听着，我以前不懂，我笑了笑，现在好像懂一点了。他看向我，眼神清澈。苏姐，你比很多人都有根。那天傍晚，沉默离开后，我收到李婶的信息，她说北方开始大面积接种疫苗，生活基本恢复正常。她还发来一张照片，原来村的废墟上已经长出青青小草，生命真顽强。她写道。我回复，是啊。关上手机，我走进屋子，从抽屉里拿出那叠信，犹豫片刻，我还是把它们放进了奶奶的遗物盒里，里面装着那把破蒲扇，还有奶奶的几张老照片。奶，都过去了，我轻声说。窗外，夕阳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红色，晚风拂过，带来邻家饭菜的香气，孩子的笑声，还有远处重建工地的叮当声。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正在一点点愈合，我也是，日子还要继续，会有新的烦恼，新的快乐，新的遇见和离别，但我不怕了，因为我知道无论走多远，回头时那棵老槐树永远在记忆里，枝繁叶茂。奶奶摇着蒲扇，坐在树下，朝我慈祥的笑，而那些冰凉而珍贵的守护已经融进我的骨血里，成为我自己的根。夜深了，我关上台灯，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格一格的亮。远处传来隐约的狗吠，更远处是这座城市平稳的呼吸声。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而我会继续好好生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就像奶奶教我的那样。